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最近从订阅内容、订阅频道那边点进去看影片的次数是多少？跟你从首页里面点出来几乎不会，因为他现在都把它放到很小一个，放在旁边。对，因为那个从 YouTube 的大数据来看，它就很重要。所以可能是这群人他们做了一些创新，但是他根本没有被演算法推到大家眼前，因为一推出去就马上被演算法啪打掉，然后之后可能也再不敢做。对，可能就是一般的20% 30% 的观看，所以就没有办法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回到我们志祺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哦。那我就不会用看稿的方式，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跟大家聊聊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YouTube 影片是不是变得越来越难看了？因为这不是我讲的，因为我偶尔会去一些什么 Dcard 啊，或者其他一些社群平台逛嘛，很常有人说剪脱了，你自己也觉得，就很常有人看到说，某个大咖的 YouTuber 影片越来越无聊了，越来越看不下去，你变了，忘记初衷啊等等。重点是我觉得这种批评其实一直都有啦，可是最近不知道是我错，我觉得越来越常见。那我就想来问问志祺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们这集呢就要来讨论一下，为何 YouTuber 经营久了，常常会被说影片难看，然后创作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又会有哪些的困境？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很多人都希望上班前可以在家里好好为自己煮一杯咖啡，但是大部分的家用磨豆机只能够做到手冲的粗研磨，无法做到意式的细研磨。如果手冲啊、意式都想要喝，可能就要购买2台以上的磨豆机。不过这次 Varia 推出了 VS3 长加磨豆机，可以一次解决你的需求。这台磨豆机荣获日本精品咖啡协会的设计大奖，它多达180段的可调刻度，可以满足各种冲煮方式所需要的颗粒粗细。另外呢，他们独家的76.5度倾斜设计与防静电处理，让研磨前后的咖啡粉重量几乎一致，可以说是零残粉。如果你也希望能够完美的呈现咖啡豆的风味，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网址去逛逛吧。现在预购还会再送价值990元的吹气豆仓哦。就是志祺，你怎么看待那种网络上每天说那个某某 YouTuber 影片越来越难看的言论？我要先打预防针，我超怕预防针。我们自己的影片呢，一直都不是特别有趣的，所以呢，我只能够分享一点点的观察给大家。以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们频道的内容是做给一些本来不知道或者是没有这个习惯去接触社会议题的人来看的，最主要的是这个目标。所以呢，你看久了，你自然而然自己会开始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开始去接触。你也会因为你自己已经有了一些先辈知识，而感到我们的频道变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启发了，没有那么好懂。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回到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 QA 影片之类的，我记得我应该有说过，志祺七七频道的终极目标就是最后我们不用这个频道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有这个习惯去看了，那我们在这边就没有意义了，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事了，对，我们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所以我认为，以我们频道来说，你看久了觉得我们的频道很无聊，然后觉得我们不有趣了，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也达到了我们频道存在的目标。那再来是去观察一些网友可能觉得难看，我觉得可能有分成2种。第一种是影片的主题越来越重复，你会觉得没梗啊，然后无聊。第二种呢，就是影片的主题跟以前差很多对，然后你会觉得说频道变质了，你怀念以前的内容。第一种就是其实有很多网友说，我以前都很喜欢某某 YouTuber， 可是现在他的影片越来越没梗啊，越来越腻啊，然后都不想看了之类的。你觉得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大家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像我们刚刚那个就是类似这种嘛。那此外，我觉得一个可以聊的是人设的疲乏，因为有的创作者他们是靠镜头前很特殊的那个人设才被看到跟慢慢红起来的。但是你越特殊的人设，就越容易像是双面人，因为你就一开始很新奇嘛，但是这个刺激啊、跟兴奋、跟认知落差的地方会越来越少，所以你久了一定会觉得就还好，然后你可能一开始新奇，但后来你会觉得这太过头了吧，太浮夸了吧，太超过了，所以你就会觉得稍微的疲乏了一点。第二种可能是主题上面的疲乏，那因为演算法的一些限制，我们就会为了这个流量的稳定，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类似的主题，所以当你主题看久了之后，你一定会觉得有点疲乏。再来是所有的 YouTuber 他们开始要稳定或者他们扩大了之后，其实就是要接业配嘛。那接了业配来生存的时候，其实你的维持流量就会变得更加重要。你在有商业合作的影片里面呢，你的主题可能就会变得更加保守。同时，你为了保持我的每一支影片都是很稳定的，你就比较不能够去创新，太破格了。对，因为你破格基本上会被惩罚。所以这件事情是有点像创新的两难。而且另外，我觉得有可能的事情是，它有改变的那些主题。
它可能根本没有被推到你的眼前你根本看都看不到。对，因为过去 YouTube 的演算法它是一个媒人，它帮助观众去找到它适合它的影片。那你过去看了什么样子的东西，他就会想说，哦，这支影片有 A、B、C 3个 tag， 你喜欢看的是 A、B、C， 那他就去找 A、B、C 的进来给你看。可是今天可能这个创作者他做了一个 DEF， 他在尝试创上新，那这个影片的演算法就会觉得，可能不愿意看，对，你不会想看，他就根本没有给你。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最近从订阅内容、订阅频道那边点进去看影片的次数是多少？跟你从首页里面点出来几乎不会，因为现在都把它放到很小一个，对，因为那个从 YouTube 的大数据来看，它就不重要。所以可能是这群人他们做了一些创新，但是他根本没有被演算法推到大家面前，因为一推出去就马上被演算法打掉，然后之后可能也再也不敢做。对，可能就是一般的20%、30% 的观看，所以就没有办法了。那是不是代表说，如果想要频道稳定成长，我就不应该做新的东西？我会觉得这样想就是蛮危险的，因为你就是没有想要去突破的话，你就是会一直缓慢的下修，然后直到你 GG， 或者是你可能也不会 GG， 但是你就有点像溺水，你不会死，但是你就只能在那个水面上面这样那这样子你干嘛要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呢？你就已经看到你未来会溺水了，然后你现在就想说反正我未来溺水，我就现在不要做吧。我觉得我不会这样选择啦，我会想要好，我还是要尽力看看。那如果最后还是溺水，那就是这样，我可能要到别的地方，因为我想要把我的时间投资在接下来我还会继续成长的地方。对，所以我会认为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心态是我们要持续的突破跟往前。如果我现在觉得我要突破，我要往前，那我跑去做新的东西，这样是不是可是会很容易就被老观众说，这个频道变质了，没有以前好看了，你们不一样了。这个是有机会，这真的是有机会发生的。这就是创新的两难啊！就你今天你做了一个创新，这个创新可能会压迫到你原本的获利模式，或者是压迫到你原本的观众，因为观众就不想看这些东西。对，那我们不是这样来爱你的，对，开始不是因为这样来爱你的，所以他也会有认知失调。然后尤其是你做新的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做得很烂，对吧？一定做很烂，所以你想要吸引的那群观众，可能跑回来也觉得说，你做的东西很烂，你根本没什么，所以你会两边不讨好。这个就是创作者不擅长新的领域嘛，那老观众也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开始说他们忘记初衷。对，就你做了一些改变，但是你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很好笑，以前怎么样？但我自己的心态都是，你要成长就一定要改变。所以你要安排一个好的测试计划，想办法慢慢转过去。此外，我觉得提早意识到也很重要。通常人是这样，就是一个成长的曲线有点像是这样子，一个高原期，那前面有点像植物成长，然后之后它会停。当你已经走到高原期的时候，你成长吗啡什么东西已经打完了，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怠惰或者是比较不积极的心态出现。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我们必须要先提早预知到说，我好像快要进入到那个高原期了，然后我提早做准备，让我能够在真正来到的时候，我再突破一次，有点像换药的概念。换药没有效了，所以你就要赶快换一个。可是你要提早开始做这个事情的尝试，因为药不一定有效。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时间点，可能通常都会发生在30的倍数。这只是一个经验法则，跟可能人口基数有关。像30、60、90、120的时候，你都要在快到达之前，你先去想说，好，我已经快要到了，所以我要做一点新的策略来让我接下来有机会再往上成长。那通常好，我知道我前面会卡关了。那遇到这种成长会卡关的时候，创作者有什么做法可以真的去做的？我觉得像是副频道就是一个嘛，例如说阿滴英文，他已经很大了，他也发现说原来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想要学英文大家喜欢是阿滴跟弟妹啦，没有喜欢阿滴，大家喜欢是弟妹啦。然后他就开了一个阿滴日常，然后我觉得日常在商业的模型上面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就好好的把一群喜欢他这个人的东西放过去，然后原本可能有一群喜欢英文的受众，他们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所以在那边就好好的去呈现阿滴的生活模式，而且他其实超级会拍日常影片，对，然后他又好好做那个企划，所以他的日常的观看数量爆炸高，然后他又创造了一大堆新的版位，广告商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生活上面的事情他都可以好好的业配跟商务合作，而且都做得超级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方式，就是分众经营副频道，像阿嘎他也做得非常的好。另外呢，我觉得投入一些更高成本的企划也是一个方式。对，像是瞄准你原本的 TA， 然后但把它想的做得更大。像是9man的就是要对决这种节目型的东西，它一集的成本可能是其他的2倍左右，甚至偶尔会有那种超级大的东西，然后是以突破受众为核心去设计的节目内容。那我觉得就蛮厉害的。或者是延上就是今天萨泰尔他们已经发展到台湾最大的喜剧团体，所以他今天遇到的商业挑战是，如果喜剧市场不成熟，不再变得更大，那他们也不会成长。所以他要找到一个有更多人愿意关注喜剧的范围，然后他们觉得说，政治可能是一个有可能
能的，或者是演艺圈这边可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演上这边，他们用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让政治的人、让演艺圈的人更愿意投入到这个市场里面，跟他们一起合作，那他就可以扩大他们的观众基数。对，或者是全上其实也是一种啦。我觉得这种大型节目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的方向。它就是用更高的成本去把那个新奇感再次打出来的感觉。对，没错，这些尝试都蛮棒的。那如果是上述那些方法，然后都没有兴趣或是没有钱做的话，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如果是以单纯获利来说，要让你自己过得更舒服，我坦白讲，就是你 YouTuber 做到很大了之后，你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的团队。对，所以这个团队缩编，你的生存压力就很小。越听都越觉得危险，每次越聊越害怕。因为它不是产量的问题，就是生意不是一个因为产量，而是你要过得舒服，真正的原因是选择权，就钱只是选择权的一个形式而已。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把你的团队砍掉啊，砍剩一点点，对，然后我一个月，对，假设我们跟大家不一样，就是因为我很废，我只会读稿，内容是大家要协助我把它弄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举动，不然我就已经没有了。对，我没有这个选择啊。但是有些创作者他们就会选择说，我就把团队裁撤掉一些，因为我的观众群我已经收拢到了嘛，所以我收好了之后，我一个月从原本的8支影片变成我只出3支影片，然后我全部自己干，那我其实过得蛮舒服的，对，因为我就没有什么成本了，然后也没有压力一定要接到这么多案子，我一个月接1支接2支。我可能就已经赚得非常非常开心了，所以我觉得团队缩编其实是很多在遇到高原期的时候一个永远有效的策略。像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些创作者，他们就是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因为创作者很多时候是被团队的规模给困住了。因为你为了养团队，你就必须要更在乎流量，然后你也必须稳定的接业配，导致你要去做这些创新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很卡，又或者是你要把更多创作的时间分配到管理等等的，那可能对你的创作来说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好，那最后来聊聊听完那么多危险的讯息，那我们频道自己，他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成长的困境？然后我们又是怎么度过的？成长困境很多嘛。对，60万的时候我们就卡住一次嘛，然后那个时候是靠 Shorts 来突围的。在90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小小的卡一下，然后120现在也有嘛，因为就是已经变得比较大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就有开始要思考说副频道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想要重新把机器日常这件事情全部重新做起来，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版位跟可能性，以及角色的空间，去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领域啦。例如说，我在机器日常可能可以认真的去聊一些宅宅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时尚啊，或者是设计相关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它的重效是大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好的制程了，所以目前会觉得说可以尝试做这件事情。再来，我们也有尝试用哈这样子精致化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每年我们就是做个可能2支3支，然后原因是我们在每个哈里面，我们投注真的巨大的成本去测试不同的流程，或者是让像我们的动画部跟志祺七七这边有一些更多的合作的模式。那这个合作模式，我们就有点像是做火箭一样，因为它太困难了，所以我们会学到很多技术。那这些技术可以散到我们的日常影片当中，所以在日常影片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始有些动画的合作了，然后在可能接下来的录音啊、拍摄啊、剪辑的节奏上面，可能都有一些改变。这个我是觉得做精致节目也是必要的。好，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就聊到这边，然后就想问大家，就是你觉得哪些 YouTuber 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没有忘记初衷的创作者呢？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 YouTuber 的成长困境。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